Hello，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咁大家等咗大約4個月啦，呢兩個 HG 今日熱爆推出啦。飛星自由高達同埋不朽正義高達啦，兩盒模型都各自138蚊，價錢都算合理嘅。店員都表示呢，貨源非常充足，應該大家就唔使用炒價嚟買噶啦。兩盒模型嘅封面彩繪，兩部高達呢都非常威猛有型。不過大家呢都應該一早睇過兩個模型嘅官方成品圖啦，特別係飛星自由高達嘅設計同身體配色，好多朋友都係嫌棄多嘅。我決定首先開不朽正義高達。咁有一個問題，我估大家都想知道，究竟今次不朽正義呢係咪由阿斯蘭駕駛，定係好似好多人咁樣估轉咗做真飛鳥渣呢？咁我知道呢段影片推出嗰陣呢，應該都唔算係秘密噶啦。Bandai 今次都以防因為模型玩具提早開賣而劇透啊，所以說明書係冇駕駛員介紹嘅。我都希望收睇我影片嘅朋友就唔好因為估劇情嘅走向，無論係估中又或者係估錯都好，就唔好走去咧取笑人哋，又或者掀起罵戰啦。咁講真啦，我真係覺得好無謂嘅。大家中意 Steel 系列嘅朋友都一定係30歲以上噶啦，各位係成年人，有啲咩值得同埋唔值得去做，我估你哋一定懂得去衡量嘅。與其用咁多時間去同唔識自己嘅人嘈，不如去關心一下身邊要幫助嘅朋友或者親人啦，去做多啲有意義嘅事啦。睇完人哋嘅意見，笑下咪算咯，何必認真呢？你認真便輸了啦。唔好意思啊，大家咁講咗咁多無謂嘅嘢，講翻模型啦。飛星自由高達嘅說明書，佢嘅駕駛員一定就係經常講有咩咯嘅基拉大和啦。不朽正義總共有11塊板件，而飛星自由總共有11塊板件。咁我檢查過兩盒 HG 係冇做隱藏式水口嘅。咁今次 Bandai 就標榜運用最新嘅分析技術嚟製作呢兩個 HG 啦。咁但係保色貼紙咧就真係幾多啦。特別係飛星自由高達。講真啦，咁我都覺得有啲意外嘅。以 Bandai 今時今日嘅技術，點會仲要咁多保色貼紙呢？我冷靜落嚟諗一諗，有傳聞呢，今年年尾係會推出呢兩部機嘅 MG 版嘅。所以有可能 Bandai 係故意唔想喺呢一個時候將呢兩款 HG 出得咁好。但係呢，呢一個只係我嘅諗法嚇，未必係事實。不朽正義呢一款紅色就係我哋平常見到嘅膠紅色啦。呢啲關節嘅設計有名堂嘅，叫做 Steel 可動系列啊。令到每個連接嘅部分呢有更加多嘅可動。今次 Bandai 呢就冇做環保公司啦，兩部 HG 關節係只有少量嘅相同嘅啫，基本上係90成唔同。咁樣睇，大家可能會清楚啲啦。即刻將啲白色件滲一滲線俾大家睇，都幾順嘅，唔似得好似20高達一樣咁樣要加深咯。呢一個有啲似 F91嘅激光盾牌，又係用咗新技術嘅。喺唔同嘅角度之下，光嘅亮度係會有改變嘅喎。大家見唔見到啊？兩個 HG 模型，我大約用咗2日時間嚟完成。如果有留意我頻道嘅師兄都會知道，簡單嘅滲線同埋打磨，最多加埋保色就係我嘅成品啦。咁樣睇，其實外形又唔係真係咁差啫。俾大家睇一睇近近先。我自己覺得成品砌出嚟個配色呢，相比起官圖好似更加順爛喎。先介紹一下佢哋嘅配件。飛星自由嘅手型得一隻打開嘅左手，兩把激光劍、激光槍、盾牌同埋4件特效件。至於不朽正義嘅配件，有同飛星自由一樣嘅激光槍、盾牌連特效件。至於其他嘅手型，呢個不朽正義係冇嘅。先砌佢哋嘅武器俾大家睇，兩支激光槍都係一樣嘅。雖然佢係由5件分件組成啦，但係又證明咗官圖無限美呢一句說話。我起初以為藍色呢係分件嚟嘅，結果竟然係貼紙。砌呢兩支槍 ，Bandai 令我感覺後生咗5年啊！不過呢兩支槍都未係貼紙用得最誇張嘅地方，一陣間大家就會知道噶啦。
兩個高達嘅盾牌其實都係差唔多，分件數量正義就係7件，而自由就6件，非常容易砌嘅啫。咁今次就完美分析啦，簡單滲少少物線就完成噶啦。另外，今次呢兩個盾牌其實係可以用嚟飛出去攻擊嘅，配備特效件就係呢一個樣噶啦。由於呢兩款模型都係以新技術 STIT 可動系列嚟作賣點嘅，咁我會兩個模型都盡量試一試佢哋嘅可動或者擺 pose 俾大家睇。首先試一試個頭部，左右轉向就一定冇問題噶啦。兩部高達嘅低頭效果可以做到咁樣嘅喎，抬起頭都做得到。相比起一般 HG 真係唔同喎。不朽正義分咗件嘅嘴部呢，有咁樣少量嘅可動，都幾得意喎嚇。身體扭向左或者右冇問題嘅。跟住呢個身體向下傾側，同埋可以有左或者右嘅傾側角度，係呢兩個模型嘅賣點。飛星自由同不朽正義嘅頭部都係由9件分件組成。咁我先砌自由嘅頭部，兩個頭部需要用貼紙補色嘅地方就係眼睛同埋監視器。至於天線，我就用咗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去重新上色嘅。如果有留意我嘅頻道，嗰支金燈 Marker 我已經由11月嘅莎莎比 version 卡開咗足足接近3個月咧，都仍然未乾，所以大家不妨考慮買嚟試一試。大家都見到組裝同一般 HG 冇太大分別嘅，好容易砌。飛星自由嘅身體由16件分件組成，而不朽正義咧就由18件分件組成。大家嘅關節件都係一樣噶啦。咁今次咧就先砌咗不朽正義個身體啦。兩個 HG 嘅身體都唔使補色貼紙，用得最多時間就係處理水口。嗱，呢一件呢就係其中一件可動關節啊，令到身體可以有左或者右嘅傾側角度。跟住呢個 C 字扣呢，用嚟連接身體嘅外格件。嗱，大家要小心插入去啊嚇！我有朋友就講咧，呢兩個 HG 嘅上半身咧，同命運高達好似嘅。嗱，我都有呢一個感覺嘅。咁一開始睇飛星自由咧，直覺以為佢係命運高達嘅修理版本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感覺啦？咁另外我知道呢一段影片發布嗰陣咧，網上都已經有好多劇透噶啦。嗱，呼籲大家就算知道劇情都唔好留言劇透，因為有好多朋友都真係想等香港上映嗰陣原汁原味去品味整套電影嘅。兩部高達嘅前裙甲可以打開，基本操作，但後裙甲就固定咗，冇任何可動嘅。相信大家都知道 STIT 系列機嘅側裙甲呢，多數都係武器嚟嘅。咁啊，擺一啲 pose 俾大家睇就會明白噶啦。咁順道呢，睇一睇其他身體嘅部分可動。上方呢兩行就係自由腰部嘅34件分件，而下方呢兩行就係正義嘅15件分件。自由高達嘅腰部分件明顯係比較多嘅。咁而家砌嘅4件關節件，大家都係一樣噶啦。咁啊，砌到呢一刻，其實我都知道不朽正義呢係比較容易砌嘅。不過水口方面，大家就真係要用較多嘅時間去處理啦。我自問呢，就真係盡咗力噶啦。水紋方面磨一磨就會冇咗。至於飛星自由嘅腰部分析，亦都設計得非常好嘅。不過前裙甲嘅黑線呢就比較淺，想多啲細節就真係要拎起把黑線刀呢，加深一下黑線啦。而砌參照 F91設計嘅兩支 VSBL 炮 ，Bandai 採用左右夾，但係中間呢就有整一條坑俾大家，咁令到個外觀呢唔會覺得中間好似有條縫啊。不朽正義最啱咧就用嚟測試腳部嘅可動噶啦，咁啊先擺一個起飛腳嘅 pose 啦。
佢嘅腳部可動呢，真係好誇張嘅，彎曲嘅情況之下，真係扭到咁樣都冇問題。咁啊，扮一下 Kamen Rider 嘅 Rider Kick 俾大家睇啦。手部嘅可動就用飛星自由嚟測試。嗱，大家見到呢，右手揸槍，左手揸激光劍嘅高可動啊。咁啊，再擺一個突擊高達嘅 pose 啦。當然正義嘅手部活動都冇問題啦。膊頭甲、手腕基本上係同近代 HG 一樣嘅可動設計。自由高達總共有21件手部分件，而正義就有19件。手部嘅關節都有唔同嘅，咁我手指指住嘅就係啦，唯一相同嘅就係呢一件。由於大部分嘅朋友，包括我在內啦，都應該未睇過呢一套新嘅劇場版，嗱，內容就冇得講嘅。嗱，不過我想講呢，一套好嘅動畫或者電影，配樂係佔有好重要嘅地位。而 STEED 系列除咗角色、機設、劇情等等讓人有深刻嘅印象之外呢，主題曲同埋插曲，我相信對中意呢一個系列嘅朋友都有一定嘅印象。嗱，當年嘅片頭同片尾，我估好多朋友都一定唔會飛咗隻歌嘅。咁由於女主角拉克斯嘅設定係歌姬啦，咁佢喺動畫裏面唱嘅兩首插曲，亦都真係令人聽出耳油嘅。所以當年 STEED 系列除咗吸引到新嘅男性觀眾之外，亦都吸引咗好多女性收睇嘅。咁唔知道收睇影片中嘅你係咪因為歌曲而吸引你睇高達 STEED 呢？接住落嚟就係組裝腳部啦。自由就有22件分件，正義就有21件。嗱，關節件就有以下呢幾件唔同嘅。咁今次 Bandai 咧真係算有良心噶啦，冇好似 Bubble 高達系列咁樣做環保公司啊。嗱，頭先有提到機設啦，咁今次電影版嘅兩部主角機公佈嗰陣，確實好多人都話唔好睇嘅。不朽正義嘅評價就比較好，但係飛星自由如果係以突擊自由嘅後繼機嚟比較，確實係有啲遜色嘅，甚至好似係有啲退步添。嗱，更加有人講話基拉今次部新機霸氣盡失啦。另外啦，喺影片後段會分享嘅變形新設計，人人都係有彈冇讚嘅。嗱，不過好多時候呢，當一有新高達推出，好多朋友都會對機設呢破口大罵，又話醜啊，又話罷買嘅。但係大家呢睇完套電影之後呢，好多人都係會即刻走去買呢啲模型玩具嘅。咁啊，推出新動畫嘅目的其實就係 Bandai 用嚟吸光我哋錢嘅手段啫。嗱，所以今次 STEED Freedom 呢套動畫，我相信應該係會大賣嘅。咁唔知道大家贊唔贊成我嘅講法啦？一講到 STEED，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背包。咁大家一定係會諗起背包之王突擊高達嘅，但係今次呢就冇突擊高達啦。頭先大家都見過飛星自由未打開所有翼嘅狀態啦，咁而家就打開俾大家睇睇。咁由於太重啦，就一定要上架。嗱，呢一個樣呢又唔係太差，幾好啊！至於不朽正義，今次背包就唔會好似上兩代正義咁樣可以拆出嚟呢，俾管體企，又或者用手吊住嘅。嚟到背包嘅組裝，先砌最複雜嘅自由背包。嗱，我就砌好咗右邊嘅翼先嘅。咁佢由52件分件組合而成，係成個飛星自由高達最多分件嘅部分。砌呢唔難嘅。水口方面，大家要努力磨啦。咁佢藍色同埋黑色件嘅組裝，一定要跟住說明書嘅1、2、3、4嘅次序咧嚟砌，唔係嘅話有機會喺拼裝嗰陣咧損壞嘅。至於用得最多時間嘅地方，就係呢一部分上貼紙啊。嗱，激光槍就令我年輕5年。嗱，呢兩對翼呢 Bandai 帶我翻去20年前啊。喂，多謝晒啊 Bandai。有朋友表示過唔上貼紙，成個自由好似較有型嘅。但我覺得咧，都係要上俾大家睇。咁啊，以 Bandai 今時今日嘅生產技術，呢一個自由嘅背包係冇可能做唔到分件嘅。咁可能係成本嘅問題啦，又或者真係將來推出嘅 MG 版再賺大家一筆啦。但係呢一個上貼紙嘅體驗，除咗能夠令我回憶起20幾年前砌模型嘅體驗之外，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優點啦。最後嚟到不朽正義嘅背包，嗱，有一點要注意嘅，大家見唔見到我呢一個位啊？係裂開咗嘅。
嗱，我用膠水咧黐翻好，其實就係呢一件。由於水口好大啦，咁我一發力磨咧就斷開咗，所以大家打磨嗰陣要小心。35件就係呢一個背包嘅分件數量，咁佢咧就冇好似飛星自由咁樣需要用貼紙大量保釋嘅，分析分件豐富。嗱，呢一點就係不朽正義比較優勝嘅地方。另外，亦都唔會因為重量咧而影響管體嘅平衡力。唯一缺點就係水口太多，比較難打磨。最後就展示 MA 形態俾大家睇啦，兩部 HG 都要準備呢一件零件。飛星自由可以實現完全變形，唔使拆件。但係不朽正義就要拆背包嘅機頭啦。咁我唔知道近年 Bandai 咧係咪興咁樣新設計呢？嗱，繼上一次死神高達之後呢，又將呢兩兄弟咧作一個趴地變形啊！嗱，真係唔知道會唔會有朋友中意啦。嚟到影片嘅最後啦，我希望呢一段 HG 飛星自由同不朽正義嘅組裝同成品分享，能夠幫到心思思嘅朋友去選擇買定係唔買嘅決定啦。咁我最初都係想唔買嘅，但係有朋友勸我一定要做一集。嗱，我砌完個感覺呢，亦都唔係太差。成品嘅外形呢，比官方一開始公布嘅圖片可能係更加好嘅。嗱，缺點始終都係分件嘅水口太大啦，同埋需要保釋嘅地方足以能夠令大家翻到去2004年嘅。咁如果你係 Steed 系列嘅 fans，喂，等咗20年，有新機體嘅模型，冇理由唔買啊嘛。當然呢一刻大家都知道係有幾部後繼機噶啦。聽聞今年年尾自由、正義同埋命運都係會有新嘅 HG 推出嘅。咁啊，睇下到時我會唔會買啦。如果中意我呢一段影片嘅，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拜拜。